劝人学医，天打雷劈，是谏言还是胡言？最近，南方医科大学的一起惩罚事件，让相关讨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儿。这里是知识天地。于丽老师是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的儿科教师，也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一名医生。他得知其分管的患儿病情危重，疑似脑出血，需要紧急处理，于是决定在前往教室授课前，先对患儿进行紧急救治，导致上课迟到了29分钟。随后，南方医科大学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，将于丽老师的行为认定为教学差错，扣除于丽老师5月奖金2000元，在全院范围内通报批评，取消本年度考评评优评先资格。该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，不少网友认为于丽老师迟到的原因是为了救死扶伤，校方这算怎么回事？鼓励见死不救吗？也有一些人认为，教育机构应该有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，才能确保教学秩序和质量。目前，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也表示，对于丽老师的处理结果已经是最轻当。然而，民间的相关不满仍在发酵当中。这次事件看似只是特殊情况，却是一个医者和教育者职能权衡的问题。同时，国内许多地方对医生和医学生的待遇性价比并不高，这些现象也导致人们越来越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学医。现阶段，我国医生数量与美国的人均医生数量较为接近，然而按照这种势头下去的话，之后学医的人可能还会继续减少。根据最新数据，中国医生总数约为443万。截止到2023年末，中国人口为14.967亿人，每1万人约有31.6名医生。根据最新数据，美国一共有医生110万，美国约有3.4亿人口，每1万人约有32.3名医生。相比国内，美国的医疗体系发达，医生资源相对更为丰富。反观亚洲邻国日本，到2024年将面临内科医生1.4万名的缺口，同时外科医生、儿科和妇产科医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口。日本的老龄化社会引发了医疗需求的增加，使得日本的医疗资源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。韩国政府近期出台了改革地方医疗和基础医疗的一系列方案，包括扩大专业高校的招生规模。韩国政府计划在未来4年间投入超过10万亿韩元的健康保险资金，以支持医改。可见各国在医生的缺口方面都面临各自的挑战。为什么现在医生数量不足，还面临着一些压力呢？对于我国来讲，人口增长过快是导致医生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随着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，医疗需求也在不断增加。从专业角度来说，医学专业的技术性和培养周期长，使得医学人才的培养速度远远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增长。每年能够向社会输送的医学人才数量有限，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医疗需求。尽管我国的医学教育体系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。教育体系的不完善也是造成医生短缺的原因之一。例如，部分医学院校的教育模式讲究传统权威，缺乏创新，导致医学人才的培养不够系统和优质。医院和患者在选择医生时，往往更注重医生的专业资质和学历背景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实践经验。这导致很多医学毕业生虽然学历高，但缺乏实践，难以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。医疗也受市场经济的影响，医疗资源的分布也受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这也加剧了部分地区医生的短缺。在我国，大部分优秀医生都集中在1、2线城市，而全国其他地区则面临医疗资源短缺的困境。这种不均匀的分布导致了城市间医疗行业竞争激烈，医生数量相对偏多，而农村地区则非常缺乏医生和医疗设施。当然，医生这个职业的高压力和低待遇也是影响医生数量的原因之一。医生需要承受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和责任，而这种职业压力可能导致医生的职业疲惫和失落感。同时，相对于其他行业，医生的待遇并不高，这也可能影响人们选择从事医学行业的意愿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我国已经加强了医学教育体系的改革和创新，提高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数量。我国医疗资源现状究竟如何？
从2022年的数据来看，临床医学专业招生规模在6万人以上，其中医学影像学、麻醉学、儿科学和精神医学招生规模分别为9000、6000、2000人左右。临床医学类专业的招生规模在近几年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，略有增长。而毕业生方面，全国临床医学每年毕业大约50万人左右，约占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每年毕业生总数的1/3。医学其实是一个统称，其细分专业非常多，近年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。比如精神医学和眼视光医学等专业的招生规模较去年增加了1成左右，这主要得益于这些专业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。与医疗资源相同，医学教育资源在地区间也存在着分布不均的问题。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高校医学教育资源相对丰富，而一些偏远地区的高校则面临资源匮乏的困境。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疗需求的增加，医学专业的招生规模有望继续保持增长。尽管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日趋饱和，竞争激烈，但基层医疗工作单位、健康管理中心等也为医学生提供了不错的就业机会。政府也在通过实施相关政策，如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，支持和鼓励专业人才走进基层，走到服务群众的第一线。随着国家对基层医疗服务的重视和投入，未来医学人才的培养将更加注重基层医疗服务的需求，一定会鼓励更多医学生到基层医疗机构就业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